時今日仲有新盤超過70%單位，使用面積係喺280尺以下。講緊嘅就係由恒地牽頭發展，位於九龍城嘅單堂盤南首，因為屬於舊契項目，所以唔受單位最低面積規管。所有嘅一房同埋以下單位都低過280尺，最細嘅更加唔夠180尺。以往樓市高峰嘅時候，呢啲納米樓倚靠總價低嚟去突圍，但係而家市況下行，南首一房以大概409萬入場，又受惠唔到100蚊印花稅嘅新政策，仲有冇吸引力呢？今集同大家睇睇。話時話，你哋 subscribe 咗未呢？仲未嘅話就快啲訂閱你嘅 channel 同撳埋旁邊嘅鐘啦。仲有唔好唔記得留言啊，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南首位於碼頭角南角道，隔離就係港鐵宋和台站嘅出入口。恒地早年就已經睇準咗呢一個地段㗎啦，先後收購咗4至22號嘅業權，係3棟5至6層高、樓齡超過50年嘅舊樓。其中8至22號嘅兩幢舊樓，恒地曾經喺2018年申請強拍，當時項目嘅估值係超過4億5千萬。不過之後恒地繼續洽購剩低3伙嘅住宅單位，最終喺2019年成功係批出強拍令之前，以1100萬買入最後一伙。單位使用面積551尺，圍起上嚟收購尺價係19900幾蚊。同一業權之後，恒地就更加同隔離物業嘅業主達成咗合作協議，將南角道24號嘅景輝閣納入去到重建範圍之中。根據當年嘅報導，景輝閣係由新地發展同埋持有，當時就只有29年嘅樓齡，相對比較新㗎。兩者合併之後，地盤面積擴大至到大概13000尺，可見樓面增至近12萬尺。喺滿布插針式新盤嘅九龍城區嚟講，算係規模比較大嘅重建項目。不過恒地仍然繼續開出納米盤，預計關鍵日期係今年12月底，留返期長大概10個月嘅南首。全盤有313伙，售面積就由178尺至到358尺，涵蓋開放式至到兩房戶型。先睇睇標準戶啦，開放式清一色200尺，有40伙；主打嘅一房就由250幾去到260幾尺，要去到兩房啦先有300尺㗎，介乎340幾至到350幾尺。成個項目最細同埋最大嘅單位都係嚟自3樓同埋27樓嘅平台特色戶，當中位於3樓嘅特色戶有6伙，更加係平台大過屋，好似實用178尺嘅 B7室，平台就有309尺，接近單位面積嘅2倍。而一房間隔嘅 A8室，使用面積224尺，平台面積更加超過2倍，有528尺。以往納米樓因為面積細、總價低，受到上車客同埋投資者追捧。但係隨住樓市轉勢，加上政府放寬咗按保同埋按揭成數，又規定所有賣地項目同埋契約修訂嘅新申請，單位最低面積要至少達到26平方米，即係大概280尺等等，都進一步擴闊咗買家嘅選擇。導致納米樓嘅吸引力同埋投資價值都冇似以前咁。所以市場都幾關注啦，究竟發展商會點樣開價？南首首張價單涉及63伙，涵蓋一房至到兩房戶型，使用面積由258尺至到349尺。扣除職工最高折舊優惠8%之後，成批平均尺價係17300幾蚊。九龍城區對上一個全新盤已經係2022年5月推售嘅碧桂園龍碧，當時就批折實平均尺價就要24500幾蚊，南首低大概2成9。不過隨住樓價回落，其實龍碧喺舊年1月嘅時候已經劈價大概3成，以至實均尺大概17600幾蚊加推。而近期嘅一手成交尺價就係喺17500幾蚊，南首係同佢差唔多㗎。再睇下區內嘅二手，近期嘅平均成交尺價就介乎14000幾蚊，去到大概16000蚊。相對上，南首嘅開價就比較貼近啟德，好似嘉豐匯同埋龍悅等等一帶嘅屋苑，同樣大概17000蚊嘅水平。雖然以市價推盤，但係對比喺幾日之後開價，同係長洲環包域街嘅 Belgravia Place 2期就顯得有啲高啦。Belgravia Place 2期首推50伙，涵蓋一房至到3房，實用面積由262至到518尺，入場費同南首差唔多，折實大概409萬，但係折實尺價就由15000幾去到16000幾蚊，平均尺價只係15900幾蚊，低南首大概8%，有機會搶走部分客源。
不過兩盤所在嘅位置就唔同，咁加上各有賣點。留花期長大概18個月嘅 Belgravia Place 2K，主打2、3房戶型，有大型嘅會所；而屬於短留花期嘅南首就以交通取勝，樓下就係港鐵站，又位住九龍城41名校網，所以見到發展商都唔擔心啊。之後南首再加推118伙嘅時候，亦都提價大概7%，去到折實均尺大概18,600幾蚊。就話到啦，主要涉及樓層同埋景觀因素。項目將會喺聽日首輪銷售，盡推2張價單，合共181伙，唔包括開放式同埋特色單位。一房有120伙，折實由近410萬入場，唔能夠受惠最新400萬或者以下物業100蚊印花稅嘅政策。可能之後比較細嘅開放式就會適用得到啦。至於兩房就有61房，折實由大概541萬去到728萬。個別單位尺價見2字頭。打開我哋28 House App， 撳入去我要賣樓下邊嘅新盤專頁，再撳南首，就會見到入場258尺嘅一房嚟自5樓 A5 室，以折實近410萬嚟去計。假設買家借盡90%按揭，每供款係16,900幾蚊，月入要求就要33,900幾蚊。如果係買嚟投資，參考距離南首大概3分鐘步程，樓齡大約11年嘅 The Avery， 近期一房市值尺租大概係48蚊。由此推算，南首呢個入場單位月租有大概12,384蚊。喺未扣除管理費之前，租金回報率有大概3.6厘，略低過一般小型單位大概3.7厘嘅水平。呢個單位向西望南角度，雖然位處極低層，不過因為大廈設基座，將住宅樓層佔高，加上前面嘅舊樓只係高5至6層，所以唔需要樓望樓，樓層越高就可以望到越遠嘅視景。不過低層就有機會受到車聲影響。呢邊在向嘅除咗有 A5 室，仲有一房嘅 A3 室同埋 B3 至 B6 室。另外所有嘅兩房同樣望呢一邊，包括 A1 室、A2 室、B1 室同埋 B2 室。要留意啦，兩邊角落嘅單位睡房都會轉向。B1 室會望旁邊嘅大廈，而 A1 室就會望岩前圍道。呢邊嘅交通比起南角道就更加繁忙，預料低層會聽到唔少行車聲。由於而家中至高層嘅 A1 室睡房能夠遠望到九龍寨城公園大片嘅綠色景致，所以見到呢一處嘅尺價會比起望南角道嘅 A2 室高。以21樓作為例子，A1 室嘅折實尺價會比起 A2 室高大概3%。不過要留意啦，呢個景觀之後會有變數，事關市建局推動緊岩前圍道賈炳達道嘅巨無霸重建計劃。呢個項目大致分為3個地盤，其中東至龍崗道、西至侯王道嘅主地盤係最鄰近南首。呢度將會主力發展為住宅，提供大概4,350個、大概400尺嘅中小型單位，預料最快2036年落成。根據市建局之前公布嘅圖則，會有7棟嘅大廈，其中最高一棟樓宇為160米，即係大概41層高，意味住南首向呢個方向嘅單位之後好大機會都要望高樓樓景，而喺落成前大概11年，更加會受到工程噪音同埋沙塵影響。睇翻南首嘅平面圖，除咗 A1 室嘅睡房之外一房嘅 A8 室亦都會面臨相同嘅情況。其實啱啱提及向南角道嘅單位都會側望得到，就算而家佢哋直望嘅舊樓群未納入相關嘅重建範圍，但係隨住政府積極更新九龍城，都有可能帶嚟更加多嘅私人重建項目，導致景觀隨時有變。其實成個重建計劃仲有2個地盤，當中東面地盤南首向東嘅單位係有機會望到，包括2處嘅開放式 A6 室同埋 B7 室，同埋一房嘅 A7 室同埋 B8 室。另外 A8 室同埋 B9 室嘅睡房都係望呢一邊。而家中高層係會遠望到太子道東打後嘅一帶，不過都唔使太擔心，之後會俾密密麻麻嘅高樓遮擋，因為根據初步規劃，東面地盤將會整合為門戶廣場，只會興建一棟低座商業建築，再配合隔離市建局啟德道沙浦道項目計劃興建嘅地下廣場，同埋活化之後嘅打鼓嶺道公園，形成一個大型空間，同啟德區對接，所以南首向呢一邊嘅單位未來景觀會比較開揚。呢幾個地盤同南首唔算好近，估計對向呢一邊嘅單位唔會帶嚟好直接嘅影響。不過前面幾條街，市建局就進行緊小區復修計劃，擴闊或者綠化由南角道至到打鼓嶺道之間嘅行人道，同埋美化街道隔離嘅樓宇後巷等等。要留意短期之內應該都仲有啲小工程。
相對上望太子道西方向嘅景觀算係最有保障，不過就設有多條嘅主要道路，容易受到車聲影響。全盤亦都只有 B9室呢一處係望呢一個方向。睇完景觀，我哋就再仔細睇睇平面圖啦。標準樓層一層有15伙，共用2部電梯。雖然發展商就巧妙咁用 A、B 字母開頭嚟劃分單位，但都冇減低到高密度啊。最大嘅一房四面景觀都有，其實佢哋嘅開則都好似㗎，主要係廚房嘅擺位唔同而影響到室內佈局。發展商都就住其中一款開則喺尖沙咀美麗華廣場4樓搭建咗無改動示範單位去俾公眾參觀。我哋先睇睇呢一個啦，之後再分析埋其他開則。以22樓 B5室作為藍本，使用面積263尺。一入嚟會先有條玄關走廊，因為單位面積唔大，所以見到發展商都一如以往善用呢一個位置。喺入嚟嘅左邊會先有一個為宜普嘅單門雪櫃，上面係西門子嘅微波爐，高度都適中㗎，唔會擺得太矮或者太高。再上面就係儲物櫃，可以擺下啲食物。再向前行咧，就會有一組玄關櫃喺度嘅。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擺信擺鎖匙嘅位置咧，就略嫌高咗少少啦。我哋打開下面啲櫃嚟望下啦。下邊就係鞋櫃嚟嘅，咁都比較薄身啲嘅，咁擺到嘅鞋數量就唔係特別多啦。至於上面嘅櫃，同時收納咗電箱，所以儲物量有限。可能發展商咧都知道啱啱嗰組櫃咧就唔係可以擺到好多嘢，所以咧喺入門口嘅右手面咧，都再做咗一組抽拉式嘅櫃出嚟。呢組櫃可以擺多幾對鞋，上面就掛下手袋，我覺得呢個設計都幾貼心㗎。轉過嚟就係開放式廚房，都比較細㗎，但係見到發展商都特別喺星盤後邊整咗個凹位加層板，都有超過1隻手掌咁深，可以擺一啲小型家電等等，咁就唔使阻住星盤同埋爐頭中間本身都比較少嘅備餐空間啦。爐頭下面係為宜普嘅洗衣乾衣機，旁邊就係收納空間，上櫥櫃都仲有㗎，算係擺到唔少嘢。由於單位樓底都高，有3.325米，即係近11尺，所以發展商喺門口同埋開廚嘅天花位置都設計咗收納櫃嚟俾屋主儲物。撇除咗開放式廚房，下飯廳有大概77尺，我覺得算係好擺嘢㗎啦。喺開廚前邊放一張飯台，旁邊再放梳化，都唔算好逼仄。單位闊2.2米，即係大概7尺，電視同埋梳化距離都適中。喺呢度咧就見到一個比較特別啦、少見嘅設計啊，佢就唔係要提供啲咩音響效果啦，而係一個通風裝置嚟㗎。以往單位冇窗嘅時候，住戶就需要打開露台門嚟通風，呢個裝置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啦。透過手動開關引入室外空氣，可以拆出嚟清潔㗎，亦都能夠防風雨同埋防蟲。我覺得設計都幾貼心，而且外觀上都唔係好突兀。但係實際上好唔好用呢，都係要等到住戶入伙之後嘅評測。客廳外連38尺嘅3合1露台，呢度就唔特別多講啦。我哋入返去睇睇睡房，以趟門嚟分隔，係同客廳同向㗎，有大概56尺，四四正正。因為要遷就套廁趟門啦，所以衣櫃就唔能夠靠牆擺放。浴室係黑廁，所有單位都係冇窗通風㗎，同埋設企缸。見到收納空間都幾充足，座廁上面都有，美中不足嘅就係座廁水箱隱藏咗喺雲石裝飾入面啊。雖然望上去就幾靚啦，但係維修時就會麻煩啲。呢個單位就未開㗎，最近嘅20樓折實就大概527萬。睇翻平面圖啦 ，A3 室同埋 B3 室嘅開則都同 B5 室類似，其中 B3 室嘅開價同 B5 室係相同㗎，都係由大概425萬起步，而 A3 室就係由大概410萬起。一房入面最細嘅 A5 同埋 B6 室，驟眼睇會冇咗一入嚟嘅抽拉櫃，開放式廚房改為直放，變相就只能夠喺對面前啲嘅位置擺一張細嘅飯台嚟去避免阻礙通道。另外房門就趟門轉為掩門。A5 室屬於入場單位，折實由近410萬起至到大概510萬。B6 室起步貴啲，要大概415萬，但係之後都同 A5 室差唔多。A8 室同埋 B9 室兩處開則都係差唔多，只係開廚嘅位置變翻做橫放，同埋浴室需要閂少少房門先能夠入得到。喺首輪銷售入面，呢兩處都係由折實430幾萬起，去到接近530萬。睇埋 A7 室同埋 B8 室，開則會特別啲，開廚放咗喺靠近露台嘅位置，規劃下飯廳佈局時候就要花多啲心思啦。折實就由416萬起步。睇完4款一房開則之後呢，我就覺得示範單位嘅一款比較好啦。
之後轉睇下兩房，主要分咗兩款開則。A1 室同埋 B1 室採用類似眼鏡房嘅格局，不過好彩大門同埋浴室門唔係面向廳區，所以就冇造成四門歸心，仍然有多幅完整嘅牆身擺到家私。喺首輪銷售入面，呢兩處會賣38伙，折實由大概576萬起，去到720幾萬。至於 A2 室同埋 B2 室就屬於蝴蝶式格局，發展商同樣搭建咗示範單位，參照22樓 B2 室為藍本，就面積342尺。咁我哋一齊去睇睇啦。嗱，一入到嚟啦，喺我嘅左手邊咧都係有組櫃喺度噶，咁同樣呢一個位置咧都係比較高。嗱，因為呢一組櫃咧已經有一定嘅收納量噶啦，咁所以見到咧喺呢一邊咧都冇好似啱啱一房咁再做多個櫃嚟增加個收納量，咁而係一塊咧去到頂嘅直身鏡。旁邊係浴室，設計同啱啱一房差唔多，咁係擺位上有啲唔同。嗱，過嚟呢邊咧就會係開放式廚房嘅位置啦，咁會有一個雙門雪櫃啦，咁另外咧見到呢度都有一格格㗎，嗱不過真正開到嘅咧就只有雪櫃頂上邊嘅呢一格。嗱，換言之，大部分嘅收納量咧都主要集中喺一字型工作台面嘅上下啦。呢度配備嘅家電，除咗雪櫃之外，都同一房相同，咁設計都差唔多，咁所以以兩房嚟講啦，我就覺得備餐空間少咗啲啦。嗱，呢度咧就採用蝴蝶式嘅格局啊，咁兩間睡房咧就係喺客飯廳嘅左右兩邊，咁所以咧要擺飯台嘅時候咧就要花多啲心思啦。客廳大概56尺，同樣外連38尺嘅露台，咁發展商就將啲電視、天線等嘅掣位安排咗喺細房一邊嘅牆身。細房大概46尺，唔係好大，咁兩間房都同客廳同向，主人房就大概62尺。嗱，呢度咧就會係浴室。同樣都係套廁嘅一部分啊！不過我就覺得唔做套廁會更加好啦，咁至少可以有多一幅完整嘅牆身嚟擺放家私。而家就比較難再擺到一張細啲嘅梳妝台。呢個單位就已經開咗價，折實大概714萬。咁呢處其餘已經開價嘅單位就由大概564萬起步。咁至於同 B2 室開則相近嘅 A2 室，咁就由大概541萬至到大概702萬。最後睇埋兩處嘅開放式 A6 室同埋 B7 室，開則相同，都係200尺，只係左右倒轉。咁雖然開則唔規則，不過因為梯形空間設喺近露台嘅一邊，而開放式廚房就放咗喺嗰度啊，咁所以令到主體空間都幾四正。呢度有大概83尺，擺家私亦都唔算難。咁而家兩處開放式都未開價嘅。南首總共有25層，有別於唔少單堂盤，呢度採用雙會所嘅設計，分別喺2樓同埋28樓，所以能夠有園林嘅同時，再提供包括天際健身室、宴會廳同埋瑜伽閣等大概16項嘅康體設施。至於地下同埋1樓就同唔少重建項目一樣，設有食肆同埋商鋪。九龍城一直都有小潮州同埋小泰國嘅稱號，有唔少潮泰特色鋪頭同埋食肆。咁加上本身屬於舊區啦，配套齊全，民生小店林立，所以買嘢食嘢都幾方便㗎。不過遲啲區內重建可能會有影響，而之後能唔能夠保留到而家九龍城嘅風貌同埋特色咧，都仲係一個問號。但係如果大家唔介意，又願意等見證九龍城區轉變嘅話，最快5年之後，包括九龍城街市嘅新政府綜合大樓就會落成，而喺啟德道沙浦道項目入邊，亦都會有一個大概1000平方米嘅分層地下廣場，並且連接行人隧道去到啟德同埋佢嘅地下購物街。咁到時起居生活咧就會有更多選擇啦。南首係不設停車場，如果揸車嘅朋友就需要喺附近揾泊車位。不過而家區內嘅供應係嚴重不足㗎。有見及此，政府都計劃喺重建項目入邊增設泊車位，包括計劃喺主地盤興建一個地下停車場，提供大概360個嘅公眾車位。不過都係嗰句啦，要等。咁而家就可以去住樓下搭港鐵先。咁當然入站之後啦，都係要行大概5分鐘先去到入閘機，又或者去到附近街道搭小巴同埋巴士，有唔少路線往返區內同埋港九新界，咁所以出入嚟講啦，都算係幾方便。咁見到發展商啦喺設計呢個樓盤嘅時候咧，都加入咗啲新嘅元素，咁例如通風裝置咁樣啦，都花咗啲心思。咁但係如果以價錢行先嘅話咧，我就覺得仲爭咁啲吸引力啦。唔知大家咪都咁樣諗咧，都喺下面留言話俾你知㗎，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最後出見呢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咁想了解多啲南首嘅資訊，可以掃描而家畫面列出嘅 QR code，又或者撳入 description box 嘅連結。